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我們最近節目常常上 YouTube 節目的這個粉絲熱推，所以持續的歡迎觀眾朋友來幫我們的優質內容點下熱推，可以讓我們的節目持續的登上在台灣的排行榜，增加更高的曝光度。那請大家多多幫忙點讚。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關心的議題就是這一起救援行動了。堪稱像是電影情節一般，一共是根據川普的說法，出動了155架的軍機，只為了營救一位飛行員，而且是差一點被全滅的。是這樣子嗎？來自於專家的說法。另外，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川普已經倒數下最後通牒了，他說要開啟地獄之門。今天節目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現在其實正式的進入到倒數計時了，原因是川普總統當時大家還記得嗎？在4日的時候，他曾經下了一個最後通牒，他說6日前會跟伊朗完成協議、完成談判，4月7號就定為是最終的期限了，威脅說如果你這個伊朗不開啟荷姆茲海峽，他還爆了出口說快打開荷姆茲海峽，你們這些瘋子，要不然他就要開始持續的轟炸，包括了石油，還有炸他的電廠跟炸斷他的橋樑等等。針對於川普的嗆聲，伊朗則是強硬的回應說，地獄之門我們也為你開啟了。但真正的問題是，美國真的打得下去嗎？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光是過去1個月，我們看到的是美軍接連，尤其在空戰上面出現了非常重大的戰損。統計一下，包括了 F-15、F-15E、KC-135加油機、E-3預警機，都讓美國的制空神話現在開始鬆動。尤其今天我們要帶觀眾朋友特別再追溯一下，在4月3號發生的這一起救援行動，當時是一架 F-15E 被擊落。川普表示，這一起行動當中，雖然這個飛行員已經被救回了，但是美軍當時一共是出動了155架的軍機，這當中包含了轟炸機、戰機、加油機等等，來各路的做緊急的救援。回顧這一場驚險的行動，也有專家直指，其實美軍沒有這麼厲害，他們是差一步就可能被全滅的。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其實今天細節才逐步的出現，有關於這一起救援行動的所有細節，我們今天會做一次比較詳盡的一個分析。當時飛行員他在逃離在飛機掉下來，在逃離現場的時候，他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山區，自己一個人徒步逃亡，逃的時間長達了10個多小時，才透過定位之後被鎖定，也就是被美軍給找到。美軍在這個時候找到人之後，就是立刻出動了各路的戰機，還有B-1的轟炸機，火力來壓制在它附近的現場。最後，美軍是用煙霧彈來標示這位飛行員的位置，並且讓特種部隊下來深入到敵後來做營救。但是沒有料想到的事情是，這運輸機到了地上之後，卻因為沙塵無法起飛，美軍只好再調其他的運輸機來救人。那只好把原來這個沒有辦法起飛故障的運輸機是炸毀，以免技術外洩。現在根據了解，撤離當時其實是非常緊張的。伊朗的部隊逼近到現場，只要再慢一點點的時間，可能是幾分鐘，可能是1-2個小時，美軍就可能會全軍覆沒了。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的一個說法哦。那麼任務雖然是完成了，但是我們看到美軍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極高的。除了戰機的價格非常非常的高昂之外，我們看到伊朗的山區現在也出現大量來自於美軍戰機的各式殘骸。伊朗宣稱了，他們只用了這種肩射的飛彈就擊中了美軍的飛機。雖然說伊朗後來他們的發射單位也遭到反擊給殲滅了，但是美軍的戰損可以說是非常重的。伊朗也說了，美軍還損失了包括 C-130運輸機跟黑鷹直升機等等，但是這消息沒有讓美方這邊證實過。以色列方面則是出動了，這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可能有包括了翠鳥跟他們的另外一支疑似呢，都是他們的非常重要的戰隊來出動，一起來做營救。那麼伊朗方面說，美國搜救飛行員的行動恐怕是騙局哦，目的
除了救人之外，可能還有要竊取濃縮鈾，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看到，為了救一名 F-15的飛官，美軍出動了155架軍機，傳出以色列剛剛提到的2支特種部隊也出動下場了，但是最後卻是以這種肩射飛彈就可以被鎖定，代表美以的空優已經沒有辦法掌握了嗎？幹哥來帶我們看這一起像電影般的救援行動。好 ，OK， 一切都是要用錢堆出來的這個非常危險的營救行動。為什麼這麼說呢？好，我今天要先跟各位講，就是說特別帶來了3架飛機，但是呢，先要從 F-15的故事開始講起，就是這架 F-15它可能是被伊朗的巴斯捷民兵的肩射式飛彈，就是 SA-7啊，這種肩膀抬着就可以發射的這種飛彈的射擊高度非常短，只有幾公里而已。所以相信這一架飛機是在低空盤旋的時候被擊落的，這非常有可能，因為伊朗的 S-300哈，就是那種精密的高級防空系統，可能早就已經被美軍摧毀了。所以這次這一架由上校飛官啊，叫做 Morgan Loss 他是第4飛行中隊的中隊長啊，後來他晉升為連隊長了，但是他還在飛，他還是上校。所以你看到阿湯哥當了上校，他還在飛飛機哈，那個不是就是說好像是電影情節，但事實上在美軍之中是常常會發生的。為什麼？因為他還執行戰鬥任務。Morgan Loss 他有3000小時的飛行時數，其中有1000小時都在打仗。可見得這個人經驗豐富，所以這次營救成功很重要的是他知道怎麼逃生。他在學校裡面，他不是被教的，他教人的，教人怎麼求生的，這是充分體現的。所以這架飛機，它在這個被擊落之後，它彈射逃生。這架飛機有2個飛行員，他是後面的武器官，那前面還有一個就是正駕駛，正駕駛很快就被救回了，副駕駛就是他，就是坐在後座。那他彈射之後，你知道他在哪裡？他在伊斯法罕的南部跳傘降落了。美軍這時候馬上出動 B-1，為什麼？開始聲東擊西，說不是，他不是掉在這邊，他是掉在更南的一塊地方，然後開始進行電子干擾，然後民兵部隊就以為說他是掉在比較遠的地方，因為他們沒有電子裝備，美軍已經先進行了很多電子干擾了，讓什麼？讓你不知道它確實的地點在哪裡。但是這個時候，飛機只要一墜毀，它的求生定位信標就開始發射信號，發射總共連續，就跟我們 F-16要是不幸墜毀的時候，失事的時候會發出72小時的求救信標，那個求救信標就一直傳回哪裡？傳回美軍的中央司令部。這個時候馬上下達決心跟指令，為什麼？這位摩根·洛斯一定要救回來，他是教官，他將來要晉升少將的，所以一定不惜任何代價要救回来。於是派出了我現在手上拿的這架飛機，其實比實際上的飛機實際上的飛機要來得大得多了。這叫 C-130立式型運輸機。立式型運輸機派了2架，叫 MH-130 MC-130。它是大的飛機，它可以進行空中救援以及緊急運送物資到前線的，它可以載12噸物資。所以這一架運輸機，它帶了各3架，就總共6架小鳥什麼？小鳥搜救直升機叫 MH-6然後到了現場之後，它放下了小鳥，然後這一架黑鷹叫做 HH-60，它也到了現場去。所以美軍的作業，它其實是有一個同步的。就是說我主要是要把所有的裝備都運回来，但是這個比較輕的黑鷹直升機是在差不多2000公尺，也就是7000英尺的高空，開始針對着求救信標的訊號位置開始搜救。然後呢，小鳥直升機也開始搜救。美國在搜救的時候不是派1-2架飛機去，他會派一整隊的飛機。但是所有這些行動，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所以我剛才講到伊斯法罕就是伊朗儲存那個鈾原料的地方，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名字非常熟悉。對，沒有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當他開始進入到伊朗的領空之後，他降落的時候發現都是泥土路，而且他們遇到了沙塵暴。其實說一句實在話，行動很成功，已經找到了這位上校，然後用這個MH-6的小型直升機已經載他回來了，
然後整隊人回來的時候，發現飛機飛不起來，就是這一架 C-130，它完全沒有在不整地上面起飛，怎麼辦？嘗試運用各種方法，要把泥土給弄平、挖起來，然後可不可以短場起降？最後宣告放棄。这個時候，任務已經進行了3小時了，差不多了，快完蛋了，怎麼辦？中央司令部馬上得到中情局，因為整個行動都是中情局主導的，中情局馬上從科威特調什麼飛機？調 DHC-8，叫加拿大特別製造的一種輕型運輸機，派了2架過去。就這樣，結果那種飛機在降落之後，因為我實在沒辦法帶那麼多模型來 ，DHC-8一降落，發現雖然是泥土路又有沙塵暴，但是他們可以執行任務。然後美軍趕快把所有的人啊、裝備啊，通通都塞進了這2架 DHC-8，這是中情局特別為這種任務所準備的，然後就順利脫險。其實只差聲敏剛才講的，最多只有2個小時，巴斯捷民兵已經到你面前了。是千鈞一髮把人給救回來，這就是整個過程。然而，剛剛有提到這架 C-130特戰運輸機價值1億，去了2架就損失了2億，因為他們要離開的時候說把它全部摧毀。為什麼？如果不摧毀的話，就會變成敵人的資產。F-15一架價值1億，這次出動了155架飛機，損失了2架大運輸機、6架小直升機，現在總共還有加上 F-15的損失，就是一個行動就花了10幾億美金。所以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整個行動你現在看起來是成功的，但是對於只有美國像這樣的國家還能夠執行這樣的這麼複雜而高危險性的行動，說句實在話，那接下來呢？如果接下來你真的要進攻伊朗本土的話，你還要損失多少？我幫美國打了這個算盤之後，我還真的覺得不值得。而且你将來會花更多，會讓美國人更對這件戰爭會感到反感，而造成川普的不被信任的。好，這個救援行動對美國來說其實壓力蠻大了。為了救一個人，出動了155架戰機，戰損現在光是這個戰機的部分超過了10幾億美元哦，而且還被專家說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侷幸的成分？因為剛剛幹哥也幫我們特別提到，在撤離的過程當中，其實民兵只差可能幾分鐘，甚至到這個1-2個小時的時間就可能被鎖定。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有沒有所謂僥倖？那大使又怎麼看？那另外就是說，川普已經喊出了7號就是地獄之門要開啟的時刻。如果伊朗還不能跟美國達成一定程度的一個妥協的話，那麼就會針對於他們的民用設施等等來進行打擊。他真的敢這麼做嗎？大使怎麼看？當然，這次營救行動啊，對於救人方面，他是把人救回去了，可是他其他方面損失是慘重。那伊朗一直說這個地面交戰的時候啊，有美軍陣亡，而且有這些燒焦的屍體啊、相片啊，美軍不承認。那伊朗說至少有5名，因為這些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或者說是這些傘兵部隊啊，他們降在那個機場以後，事實上有跟當地的事實上有交火的情況，還有交火的情況。可是你知道這些降落在這個廢棄機場裡面這個部隊200人左右啊，那事實上很容易被包圍。那所以他們怎麼維持他們安全？其實最大的安全是靠空中的力量。美軍在那邊把那個往那個機場附近路全部炸掉了，都是從這個空中的那個他們公布的照片，那一條路上幾乎每80公尺就一個彈坑，一個炸得很準，把那個路全部毀掉。所以另外一個所有增援的要去這個攻擊這個美軍這個特戰部隊的這個伊朗，不管是國防軍還是這個革命衛隊都在遠距的時候就被怎麼樣？就被這個空中的武力把它壓制住了。所以他們爭取到時間，在那邊還可以等待那個小鳥直升機要去把它救回來這個時間。是。那當然，這個後來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叫巴加埃他出來這個說明，他說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他說這個被救的人質離這個美軍降落的地方有150公里，非常的遠。他為什麼要選這麼遠？那就變成就是說，因為他在那個省跟這個他們就有這麼遠，可是這個降落的地點呢，離伊斯法罕
伊朗的所有這個核設施的這些不管儲存研究實驗室都在這個地區只有35公里。所以他們認為他們事實上是真正的目的想要搶奪那個核設施，可是呢事後是沒有成功啦。那不過救人方面他是做到了。那就是說這個談判如果不順利，雙方會不會敢真的打開這扇門？就是川普要開始說這個是橋梁地獄，又是什麼這些發電廠的地獄，會不會打？那看起來可能不會大規模的打。如果說沒有達成協議的話，可能是炸1-2個吧，因為他也炸了橋了，橋也已經炸了一條，不是沒有炸，而是他這個說我要開炸，川普這個做法一定是這樣，開炸，然後就慢慢一個一個炸，他不會全面性的，全面性這個戰爭就全面擴張了。而且現在就是說，美軍事實上他的這個制空權現在有點問題了。那當然原因很多啦，你看他這個 F-15E 這個飛機是很先進的，這個飛機飛得又快，載彈量又大。那麼裝備都是最新的，還被擊落，所以我覺得川普的做法的話，即使要打也是小打。好，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上志哥，因為剛剛大使也特別提到的是說，美軍也有可能是要竊取濃縮鈾，那伊朗其實也指控這樣子的一個事情，那您又怎麼看？這次花這麼多的軍機，那麼大的規模去救一個飛行員，在早間新聞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在想，應該是這個飛行員的背景就給到就是說一定是什麼誰的權威人士。當然，剛剛有提到他整個本身的軍功或包括他的軍事經歷還是很特殊的，確實還是值得救。可是問題是，值得救沒錯，但是你100多架飛機各類的去救，這個真的不成比例啦。這個而且這種風險性的戰略性，真是沒有道理。所以其實後來馬上這個全世界所有的戰情分析都冷靜下來，就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有可能就是為了剛剛講核設施或濃縮鈾。我們現在知道，在美國跟以色列在打伊朗的這個核心目的跟最後目標是不太一樣的。美國無論如何，最后所把持的一個點，雖然最近都在放狠話炸什麼橋梁，可是這不要忘了最原始之初合理性，從美國當中出兵的就是為了它的核設施，它叫斷絕伊朗本身的這個核武器的部分的能力。所以我們看這次這樣子的規模，確實比較符合，是不是要摸摸底？或者是真的就順勢就真的來攻整個有關核設施核廢料的問題了，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在伊朗的部分核設施核廢料距離那個美軍所在的地方確實不遠哦，而且至少部分其中一個部分，而且知道這些如果涉及到濃縮鈾要取得的話，它可不是小貓咪空降部隊抱着就走，要有防護衣，要防包括所有的這一些包括這一些的這個各方面的放射性的部分元素，而且在裝運乃至於剛剛蛋哥特別提到這個135哦，對，他們其實413是改良的413，已經算是很 OK 的135，所以它在各方面的部分是，一旦如果真的有機會拿到，無論是濃縮鈾，無論是核設施當中要破壞要帶走的部分，我想最主要是濃縮鈾要帶走。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這次413的出現在這裡頭的部分，除了救人之外，是更合理的。所以講現在其實在這場戰爭接下來打下來，大家都有各自的目標。狠話雖然狠，可是呢，現在因為談判當中也透過中間者繼續在談。真正的最後的主導權，我們還是得要看大家各自尋求的目標。現在呢，其實川普就要一個勝利，拿掉核設施。以色列還是希望你把伊朗人毀掉最好。但是現在伊朗它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軍事、輿論戰、外交戰、荷姆茲海峽這邊的，包括金融，包括的這個能源戰，它已經有多方面當中多層次的在進行了，不是美國的一句話就可以把它嚇倒的。好，謝謝上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